Hello，大家好，又收到了4颗兰花。这4颗兰花是荷兰，应该是新品种吧，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。这些是日本的兰花，这个就是这颗兰花的名字。网上没有关于荷兰的一点信息。据说荷兰就像我们的大蕙兰一样，是一种日本大蕙兰，植株比我们的大蕙兰要矮小一些。这次兰桂坊提供了10个不同的品种，我只挑了其中的4颗，4颗都是不同颜色的花。赶快打开看一下荷兰长什么样子的。这些荷兰是裸根寄过来的。今天的风好大，植株是比我们一般的大蕙兰要小很多，就像国兰一样，也有新的芽长出来了，有4苗加1个新芽，非常不错。这里好像还有一个非常小的芽在这个旁边。这个就是它的名签，名签的背后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护理方法，都是日本字，看不明白，要慢慢的查询一下。第2颗是粉红色花的，这一次订了4颗，每颗花的颜色都不一样，有粉红色、偏白色、金黄色，还有一颗是颜色比较深的红褐色。这颗兰花的植株非常的健康，有5苗。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新的芽。这里有一个很小的新芽在这里，非常的不错。这颗是鹅黄色花的，看一下它的植株怎么样，相信也会挺好的。这一颗是3苗，植株也非常的健康。这颗没有新芽，挺好的。最后一颗是金黄色花的，看一下植株也是挺好的。这一颗也是5苗，非常的健壮，根比较干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只要它的芦头健康，很快就长出新芽新根了。这片黄掉的叶子应该是正常老化的现象。既然说它是日本大蕙兰，那就按大蕙兰的种植方法来种植吧。我是准备了 peat moss 树皮，加一点桃粒木炭珍珠岩。桃粒木炭珍珠岩泡了一阵子，把它们混合好就可以种植了。一般我们种植大蕙兰都是用盆土，加一些树皮啊、珍珠岩、桃粒之类的。盆土刚刚用完了，就按种国兰的植料来种植吧。
我的果然都是用这种配方，只是这一次用的 peat moss 加树皮就更多了一些。我这个植料的配方只适合天气比较干燥的地区。如果你当地的气候环境比较湿润的话，就要适当的做一些加减法。我种植荷兰的方法就跟种植果兰的方法一样，只要把植料填满就可以，非常的简单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。关于这个植料的配方，我还是需要解释一下吧。这个植料的配方只适合天气比较干燥的地区，因为树皮 peat moss 的含水量比较好。在天气比较酷热干燥的地区，用这种植料大概可以维持2到3天才给它浇一次水。如果你的气候环境比较湿润的，就要减少一些树皮或者是 peat moss 的用量。这个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植料的加减法。如果气候环境比较湿润的地区呢，就直接用陶粒、木炭、珍珠岩也就可以的，不需要加树皮跟 peat moss。如果你的气候环境也不是很干燥，也不是很湿润的话，就要适当的调整它们的比例了。有些网友在网上看到别人分享他们的种植方法，非常的成功，马上100%的抄作业，结果所有的兰花都死了。别人能种成功，不一定到了你的气候环境就能成功的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气候环境来决定用什么植料，怎么来浇水，不要100%的照搬照抄。别人的分享只能做一个参考罢了。一定要掌握好植料的加减法，这样就肯定100%的成功。把盆土摁实，这个荷兰也就种植好了。这个时候别忘了插上名签。用4号盆种植这些荷兰的尺寸刚刚好。再放一点陶粒在土样上面，浇水的时候这些 peat moss 就不会流失了。4颗荷兰是用同样的种植方法种植好了。在盆面撒上一点鹿藻土，鹿藻土在这里的作用就是保持泥土的湿润更长一些。种植好的荷兰浇完水之后，把它放到阴凉的地方，大概1个星期左右，不要直接的晒太阳，也不要马上给它施肥，一定等它长稳定了，新根新芽已经长出来了，才开始给它们施肥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